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好，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金老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哦。那这个上一期我们有请这个静老师跟佩佩老师来讨论，了解一下他们的新产品，也了解一下学生怎么通过戏剧来学中文。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啊，这个佩佩老师是常客了，就不用再邀请他了。不要来了，别来了。但是静老师偷偷把静老师邀请过来，偷偷的把他抓过来啊。那这个我们上次跟静老师聊天发现，他很难聊对，然后还有很多秘密我们还没有挖掘，很多故事，对，挖呀挖呀挖，挖呀挖。好，那这个不过我担心有一些学生可能还没有看过佩佩老师跟静老师那一集哦，所以还是不免俗的哦，请静老师简单做个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好的，大家好，大叔们好，朋友们好，我叫静，现在是生活在中国湖南长沙，我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现在是一名全职的对外汉语老师。大家好。哇，太棒了哦！鼓掌鼓掌。好，我们这次邀请到静老师呢，其实静老师可能不晓得，是Ben叔他突然对呀，我们怎么不找静老师来聊一聊？因为我上次没有聊够啊，然后我就是很想，真的很想了解一下静老师，晚上都睡不着，怎么都没有采访到静老师？真的吗？对，就我那天刷到这个金老师的这个 IG 的这个签名，我就说被一个履历震惊了一下。你曾经给这个袁隆平当过翻译，因为袁隆平是我们的杂交水稻的这个之父是吧？应该怎么说？是的，很有名，就是杂交水稻之父啊。对对，能不能给我们先聊一聊怎么这一段经历？帮名人翻译是什么样的心情？那个过程是怎么样啊？好的。其实这个是源自于我大学开始，我的专业是英文专业，是学习外语，然后后来就读了研究生。研究生我是读的中英文的口译，是读的翻译。然后其实我的本科是湖南农业大学。对，所以你对这些比较了解是吧？对，然后专业对口，对。然后后来我是在湖南大学读了这个研究生，毕业以后呢，就找工作。就真的是有个偶然的一个机会，就看到他们在招翻译，我就过去应聘。然后因为当时也是慕名而去，妈呀，袁隆平老师，对呀，天哪，国宝，大名国宝，真的，对，怀着崇敬的心情，然后一轮，然后我非常幸运的就应聘上岗了，然后就在袁隆平老师身边做了5年的翻译。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平台，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袁隆平老师本人也是非常的和蔼，然后非常的有趣，一位专家。对，所以每天都看得到他。对，因为他的家就住在我们的单位的那个院子里面，所以每天可以看到他老人家走来走去，就在，因为那个院子里就是他的家。静老师，名人这种这个袁隆平教授了他的平常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简单描述名人的生活是怎么样？跟我们平常人也不一样。其实可能袁老师算是比较特殊的名人吧，因为他自己的生活极其的简朴，非常的简单。因为他还是比较养生，然后喜欢吃馒头啊、东北大米啊，然后每天吃的也是蔬菜，然后这些都是比较清淡，但是他很喜欢吃水果，每天可能他的搭配就是每天要吃大概10多样东西，然后这样营养均衡，但是他的生活是非常简单的，然后每天下班晚上我们还会在一起打一打气排球，运动这样。对，了解。但是我觉得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我可能题外话，就是我觉得这个口译又要涉及到这个农业相关的术语，会不会很挑战呢？我觉得最开始是极其挑战的。对啊，对，因为我还需要去学
杂交水稻它的培育、选育、育种的那个基础的理论知识。但是那个阶段过去以后，就会觉得还是挺好的。在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领域里面，其实就是把它熟悉了以后，然后再来运用的话，我觉得还是熟悉的很快，也比较容易上手。OK， 那这个想问一下靳老师因为你在袁教授那边工作了5年，然后翻译这些专业的词汇也是很难的事情。你觉得这段过程有没有让你学习到什么或成长什么？因为你现在感觉就是个很自信的。对，我想这个过程应该会给你很多的训练，对不对？对，太是了。然后其实我觉得我觉得这个5年应该算是我现在回头看去，应该算是我人生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点。不管是我的心态上的，我的工作能力上的，以及对我现在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上的，方方面面的，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首先我就是想说，从心态上，我从一个当时刚刚毕业的一个学生，我真的是一个不算很自信的一个学生。然后入职了以后，我会抱着一个非常战战兢兢的一个心情，对，进入了职场。然后在那个一系列的过程中，在非常多的这种事情当中磨砺出来，然后把自己的自信心打磨了出来。这个是非常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觉得，因为袁隆平老师他是世界知名的杂交水稻之父，所以我跟着他一起，我的视野就是拓宽了，就是从本地可能拓宽到了国际性的舞台，也见到了非常的国际性的名人，然后我们还会一起工作，包括有国家元首啊、国王啊。王后啊，然后这种总统啊有很多，因为他们都是奔着来学习杂交水稻技术，所以我们都会有短暂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一个经验。然后我觉得他是无形之中给予了我力量，拓宽了我的眼界，然后会对我整个人的一个气质或者是内心的一个那种内核的力量会有一个无形的一个提升。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段经历就会让我整个人看上去比以前更富有力量感了，整个人真的，这个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东西，可能就是对整个人的这个人的磁场，还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内核的力量的一个锻炼，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对。然后还有第3点就是因为中英文翻译的话，本身它就需要对文法、语法、句式、双语的这个了解会需要比较深刻，我们才能做出比较精确的翻译。所以到后来我因为做到了对外汉语老师以后，我发现我之前翻译的经历对我当老师来说真的就是如虎添翼啊。对，我就感觉好像赢在了起跑线上。对，所以说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是非常非常感恩当时的那5年的工作经历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哗哗哗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对，我很好奇呢，金老师，你后面是为什么转行当这个中文老师呢？对呀，对，其实这个我每次也会有很多朋友问起，其实这个可能是跟我的个人性格有关系。我的性格呢是从小看上去好像很乖，但是我的心里是那种很多古灵精怪的想法的一个人，野马在奔驰。对，因为我本身又属马。对，所以说脱缰野马。然后呢又比较向往自由，但是因为我以前的单位它是一个事业单位，是体制内的一个单位，不管怎么样，在体制内的话，感觉做事情说话都需要中规中矩一点。对，所以时间长了下来，我觉得好像这不是我希望所要的一生的这样的生活的方式。然后我再三的思量，再三的考虑之后，我还是决定辞职，然后出来尝试新的我自己的一些很多的想法。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去跟袁老师说，袁老师我要辞职的时候，袁老师他说好，没关系，他说我相信你不管在哪里你都会发光发热的。当时他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对，真的太棒了。真的耶，我觉得这个在名人底下做事哦，真的人生观也会开展很多，然后他也会给你会给你很多启发哦，我觉得很好。而且现在我觉得听靳老师说话，发音就不谈了哦，这个你一定有训练过，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聊。还有你整个说话的逻辑，你会一点一点的说明，我觉得这个都可能是那5年这个很努力的去训练培养出来的，很不容易。那这个靳老师，你当初想要转这个，你当初真的就是那5年之后，你就是直接想要做这个对外汉语的工作吗？其实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是那时候2012年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在我的学校，我们有留学生嘛，然后那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参加了我们大学承办的汉语桥的那个观摩营的有2个月的工作，在那个观摩营中间就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国的大学生来到我们这儿看我们汉语桥的决赛。然后呢，我们是承办单位，当时我就是负责给他们上中文课，有中国文化课，然后还有中国的艺术课，带他们一起做书法呀这些。所以那是我第一次跟对外汉语结缘我当时就会觉得，哎，教汉语对外汉语和我当时大学我教英文感觉完全不一样哎，真的就会觉得很好玩，很有意思。然后跟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朋友有思想上的碰撞，对，有火花，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好玩，然后我就自己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好像第一我还很喜欢，第二我应该也能够做好，所以其实从2012年开始，一直到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中间都一直有那么1-2个、2-3个学生一直有联系，有在给他们上课。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会偶尔回到我的以前的学校，我们来跟当时的学校的学生的留学生来开展一些中文角的一些活动，聊聊天。对，所以说一直都是有一些缘分，有一个联系在对外汉语这个领域的。这个靳老师，你是英语专业嘛，对不对？对，那其实我跟灿叔也是英语系毕业的，对所以感觉这个这个感觉好像我们这种英语专业毕业的，兜转都来教中文，对，兜转最后来教中文。然后我觉得靳老师的性格也跟我们3位有点像，就是比较向往自由，然后不希望被朝九晚5或被体制内的这种制度给限制住所以我觉得最后我们都来转去都来到了中文教学这条路，我觉得也蛮有缘分，蛮有意思的。然后今天靳老师还上节目，真的很棒那我这边有看到这个靳老师的简历里面简历好像就是想聊聊因为其实很多学生学习中文，他们最想要的就是一口流利标准声调完美的中文。那这个对我们汉语老师来讲，我们自己也要训练，对不对？我才能够说出一口漂亮的人家喜欢的中文。那靳老师可不可以聊一下你本来的中文口音是不是很重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你怎么样去训练自己的声调口音，或者你有没有参加一些配音的营队啦、俱乐部啦之类的，可不可以讲一下？我本身是一定有口音的，包括我以前我在做翻译的时候，我也是有口音的，但是我的口音不重，但是是真的是有。其实湖南人，我觉得我最重要的、最痛点的地方，之前并不是在那个哎呦嘞或者是啊这些了吧，是不是了不分，而是在前鼻音、前鼻音、后鼻音，我总觉得。因为我男朋友是北京人，他们分得很清楚，对不对？我自己完全听不出来。他会说，哎，你的前鼻音
你总是发在了前鼻音和后鼻音的中间。他说，对，他说你比如说，我以前总是说音乐，对，他说应该是音乐，就真的要发到前面来，音乐，对，然后英语就是在后面，对吧？对，我完全不知道，原来我的前鼻音跟后鼻音。他说你这样怎么当老师？所以我就会首先是非常有意识的去练习前鼻音和后鼻音。好难啊，前鼻音后鼻音真的很难，因为首先我自己完全听不出来，我觉得我发的就是对的。对啊，所以我就每次会抓着我男朋友帮我练，然后帮我听，然后我还会去听，因为其实纠正发音最好的方式就是多听嘛，对吧？对，好，这个是第一。第二呢，是因为以前也是有一个缘分，我的兴趣爱好在这儿，我参加过一段时间的一个配音的一个训练营，是国内比较出名的一个平台叫喜马拉雅，对很有名，就是我花了4000大洋参加的那个就是那个加了这个吗？我们是不是一期呀？不是，我最近才参加的。哦，你最近才参加？参叔你要叫学姐哦，对，学姐，师姐应该叫学姐，师姐叫师姐。对，那所以灿叔你肯定会知道，喜马拉雅的老师们一定会让我们练四声歌，对，舌部操，对，还有每天要反复读我们的那个绕口令，还有气息啊都要练。是有一个真人老师，不是一个那个录播课，不是，他早上有一个早功老师带你练，就是早上有专门有，你跟着练就行了。查出这个因为你网上有，倒是把这东西交给你。免费。对，那是我可能就是有3个月集中，每天早上起来就是会有半个小时坐在那儿，学好声韵，变4声，阴阳赏去要分明，对，就会这样练，就是把词先拿出来。每天早上要这样练。手没必要这样吧？这个是我夸张了，我只是说把那个范儿提起来。对，那个很有范。对。一看灿叔就没有专心练啊。对，我最近没怎么练了，最近太忙了，我就练了可能1个月，我就放弃了。后面有时间我要捡起来。对，这个真的是基本功，我集中了3个月的时间来练啊，那个进步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包括我现在我没事儿，我就在那儿打舌部操，在那就是这样练吗？就这样真的是有帮助吗？非常有帮助。但是这个黑哈要黑对哈，就是不能乱黑。对，它是和你的那个肚子呼吸，对，要稍微练习一下它的方法。因为那天我听金老师说话，你能听出他的共鸣的，他不是说一般的那个发音，这是通过找到对的方法。才能发音比较好听。对，就是灿叔那天一听就知道靳老师就练过的，就是练过的，就是太好了，太好了，这就是效果，就是效果。我觉得市场都出来了，我觉得就是这个喜马拉雅这个是针对母语者的，我觉得靳老师可以就是设计成针对这个我们发音课程外国学生的肯定受欢迎，可以想一想，很多学生很需要，真的是的。好，靳老师你继续，要被我们打岔。大概就是我的普通话的这个训练的过程，以及纠正自己稍微的那个口音的一个过程，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保持这个习惯嘛，没事儿咱们就来一下。没事就来一下，其实就好了。包括我们现在每天上课，它也是一种训练。对，对，然后就差不多，这个就是我的这个过程。对啊，每天都要说，你自然而然的可能会希望自己说好的嘛。对，其实靳老师讲到2个很重要的点嘛。第一个点，当然这个声调或口音的这个训练我觉得口音当然每个人都有，母语者也有。同学们不要觉得汉语老师天生一副很流利的、很标准的，其实我们也要经过训练。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家乡的口音，这个很正常。那第二点就是我们后天对自己的训练也很重要所以靳老师
现在发音这么标准这么流利，其实就是第一个功臣是她的男朋友，对不对？对对对，感谢我的男朋友。可是金老师，你现在跟家人说话的话，你会回到对呀，会怎么办？直接说湖南话吧，还是会转换吗？你会还是说会用标准的？我跟家人说话就是完全是长沙话，或者是口音，就是带口音的，就是跟我爸爸妈妈说话。然后跟男朋友呢？跟男朋友再换过来，是吗？对，无缝链接呀，就是我回来了。那如果大家都在场呢？大家都在场，我会说标准普通话。OK， 对。OK， 哇，那这个我觉得其实靳老师跟我还有灿叔应该有一样的口音的困扰。对啊，南方人都有。因为我觉得南方人都是 n on 不分，支吃诗有时候都也不分啊，在台湾支吃诗都不太分的了。对，那靳老师，那你这个有一些配音的经历之后，我觉得对你教汉语、对外汉语应该有蛮好的一个帮助了啊，对不对？它不仅仅是普通话发音这方面的帮助，对，它对我口译方面也有很大帮助吧？不止这个，我觉得你看靳老师的 IG 上面那些嗯短视频都是演绎类型的，一会儿演这个人，一会儿演那个人，这肯定是他喜欢这种角色啊、扮演的那种感觉。对，其实这种演绎用在我们的课堂上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因为学生怎么说呢，要去刺激他们的记忆点。对，然后我又是用 CI 教学，其实我觉得 CI 它不仅仅是文字的 CI， 更是情绪的 CI， 动作的 CI，场景的 CI，都要给它 CI 到，它的那个记忆点真的才会被刺激的非常的充分。所以我的这个演绎的这个部分，我经常用在我的课堂上，我的学生都被我整得一愣一愣的，但是他们真的就是说记得很牢。对，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所有之前的种种到我现在全都碰上了，都能够发挥出来，我觉得非常的感恩。对，都派上用场了，对不对？对，那这个靳老师，你当初进入这个对外汉语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开始你就是采用 CI 的策略来教学生吗？还是你有自己的特殊的方法？因为那时候完全不知道什么是 CI 嘛，然后所以当时我还是第一次刚刚跟对外汉语结缘的时候，是当时我们有老师他之前做过对外介绍中国文化呀这些的 PPT， 我当时是接着他的那个 PPT 我来了解一下怎么说。到后来我上班以后，我兼职带着学生呢，我就开始当时是教 HSK 的那个教程课本，当时不就跟着课本学吗？对，但是我心里总有一个声音，觉得你的课不好玩，跟我自己说，所以说我就会想方设法。但是我觉得我本身我是一个很好玩的人，我怎么允许我的课堂不好玩呢？所以我就会去找一些方法。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我的那些方法好像跟 CI 是契合上了。我后来了解到了 CI 教学法以后，我才非常开心、非常兴奋的发现，原来我之前我自己慢慢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些方法，它其实也属于 CI 中间的。所以我后来就对 CI 就痴迷了，然后我就自己也学习了很多 CI 的一些教学的方法。那后来金老师怎么决定开始在这个数字平台开始做内容的？在自媒体数字平台，数字平台，这哪来的用语啊？数字平台，但是 AI 老师吗？对，就是因为在不只是在Instagram， 还有 TikTok 都有账户，对不对？对，其实这个我就得感谢佩佩老师。当时对最开始我是首先我打算全职做对外汉语的时候，我觉得我必须要先去一个比较成熟的机构里边去完整的了解一下一个全流程和自己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实践。所以我首先是进了悟空中文，当时悟空中文很出名。
对他是我第一个投简历的，但是比较顺利下来了。当时其实悟空中文它就强调了 CI 的教学法和 TPRS 这些，所以说其实我是在悟空中文第一次听到 comprehensible input 这个 definition 这个定义。我当时是非常的激动的，所以说我在接下来我就会一直在这个教学方法上面去研究。后来我就会觉得薪资太低啊，对，还有教孩子比较多，对不对？悟空中文好像对，但是可能是我的气质比较吸引成年人，所以它是一个对那个青少年的一个平台，但是我的学生中好像成年人会比较多，成人比较多。对，我后来我也对比出来，我觉得我好像会更适合教成人。对，对。然后后来我就去了 Preply， 就是自己注册，自己可以定价嘛。然后我在 Preply 上定价的时候，就从来没有打过低价战，因为我觉得我值那个价。对。然后，但竞争很激烈啊，在那边非常激烈，对，但是我还是陆陆续续会接到有一些学生。对，但是后来我觉得Preply 要收我的手续费，不让他收了，凭什么？不行，凭什么？非常黑的一个平台，我觉得。对，我就觉得那我就开始尝试自己干吧。当时我并没有考虑过在 IG 上干，因为我对 IG 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因为国内的抖音非常的发达，我就觉得那就去国外的 TikTok 了。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但是后来我在小红书上我刷到了佩佩老师，他当时有一个老师针对针对老师的一个培训的一个课程，就是分享他的教学方法呀，以及他的海外自媒体的这些经验。然后我是通过他知道了 IG， 原来因为他是推荐我们新老师的话，在 IG 上起步会比较好。所以是非常感谢是佩佩老师把我带来的。在 IG 上开始，我是8月27号发布的第一条视频，记那么清楚，对，记那么清楚，那起步挺快的。我看现在有3万多的粉丝，挺快的，加起来10万了，对吧？这个全平台加起来，10万多的粉丝了。TikTok 对，这个其实对，其实靳老师蛮厉害的就是这么短的时间 ，TikTok 的那个粉丝就这么多。你像我们大叔已经停滞好几年了，停滞很久了，我们的 IG 已经快要长出杂草出来，好久没更新了。但是靳老师的风格，其实在 IG 上看得很清楚，就是角色扮演，然后用比较生活化的主题。然后我比较好奇，一个是你嘛，另外一个是 AI 吗？还是？都是我呀，都是他们，不是你。Oh me， 但是那个男的看起来好像另外一个人，也是你，对不对？真的你们会觉得他看起来像没有啊，就觉得是他老眼我觉得是靳老师啊，没有觉得是别人，只有查出只有老人家看不出来嘛，我以为是2个人呢。对，其实那个男生的角色就是借了我男朋友，我男朋友英文名就叫 John， 然后我就会给他取名就叫 John。所以有的时候就是 John 和 Jin 一起出来，我就戴个帽子就好了。然后剪辑的时候，他会有男生的那个自然的那个美妆，我就把男生的妆一扣上，就好像还真的有点那个味道出来了。对，是的。对。然后靳老师大概他的 IG 上的这个短视频都是扣在生活上的主题，所以这个也是你 CI 使用 CI 的理念，希望学生从日常的主题。尽量 CI 场景的 CI， 包括我中间的关键的字词句，我能够贴纸的，让他们一目了然的就都会贴上然后再就是在 description 里面的对字词句式的这个讲解也会贴上希望尽量他们在短短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能够获取更多的信息和知识吧。对，了解。所以因为现在 Instagram 上有2种老师，我觉得有一种你看出来做的内容是有素养的，一种就是没有的。靳老师的就是我觉得是特别棒的中文教学资源，就看他的短视频就觉得是有经过思考的，是真的要教学生对一些这个实用的干货的，是这种。对。那靳老师，你觉得作为中文学习资源，你觉得什么样的内容是优质的？你在设计之前，你是有哪些考量？
做一个视频之前。对，设计我的这个脚本之前吗？对，其实我最就开始也包括设计脚本。我刚刚开始就是在发布第1条之前啊，其实真的很伤脑筋，因为当时没有做过海外自媒体，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之前一直是一个 think in the box kind of 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我的思维会比较受局限，所以我在做自己的这个视频之前，我刷了大量的其他语言老师类的视频，有英文的，有西班牙语的，有日语的，韩语的，我都会去看，然后去看他们受欢迎的那些视频的类型，然后我总结出来，包括场景，包括词汇的运用。然后我会把中间的有一些转化为中文，我会尝试。如果我真的是用到了他们的场景和他们的语言，我就会在下面说 credit to somebody。然后呢，如果我是通过他的启发，然后我自己完全修改过了一番以后，我也会写一个 credit。所以说从最开始慢慢的借鉴别的老师的想法，到现在我是完全自己想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也算是一个比较自然而然的一个逐渐打开自己思维的一个过程。其实也很有意思，蛮好玩的，感觉自己跟之前不一样了。对，了解。对，其实自媒体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领域了像我们现在在场4位老师，其实都已经朝自媒体去发展。我觉得这块领域真的很特别，就是你一方面不需要朝9晚5的生活，然后感觉思想也不受局限，你可能到了悟空或到哪里，他会希望你用他的教材，会用他的教学方式。我觉得自媒体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天马行空的去做教学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那靳老师，你现在不管在 IG 或 TikTok 上面这样做，包括跟佩佩老师合作，你对这样的领域跟行业自己有没有什么目标跟想要达到的最后的效果是什么？我的目标的话，其实我说实话好像还没有想那么远，但是呢，我近期我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想法，就是想要设计出来一套我自己的针对 beginner 的一套课程，一套录播课，也是一个产品，现在还在设计当中。我是希望尽量以 HSK 123中间的知识点和词汇把它们摘出来。然后把它们把它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场景当中进行使用，然后把这样的东西拿出来，然后作为一套教程，我会跟他们进行讲解，然后再去给他们看这样的一个场景的使用，在我的脑海中转了有一段时间，所以说这是我近期的目标。远一点的目标就是看是不是能够结合到我们现在炙手可热的 AI 的工具。让我们自己的教学的我的事业，我们的这条路能够更加的创新，更加的有意思，更加的高效对我们来说，对学生来说，应该都是一条非常不错的选择，对吗？对。然后就是在 CI 这条路上，我就是希望看能不能再弄出一些什么花样来。对。就是靳老师感觉是很有教学热忱，然后喜欢尝试新玩意儿的老师然后我觉得，因为各位同学可能也知道，中文老师这个行业现在越来越内卷了，好卷，特别是卷到不行，特别是对外汉语老师卷到不行，大概每天都好几万人吧想要加入这个不至于是不是就是想加入这个行业，所以我觉得靳老师会特别出众，与众不同，就是我觉得他的 CI 教学法真的可以让人从他的这个短视频跟影片中看出你的热忱出来，然后你的性格，你给人的感觉精神很饱满这个时候呢，这个垂垂老矣的茶叔就想要问你一些这些问题了就是说你怎么样保持教学热忱之外，然后你又可以让自己看起来这么有精神？我听你讲话中气十足，然后有条有理的，这个肯定你平常对自己也有一些要求，对不对？好，跟一些训练吧。还有你的自信，你的自信真的，
你那个气场一出来哦，马上就把我们3位大叔给压制住了啊！气场真的吗？我一直以为我是温柔的气场。师姐，对，你看马上就跟叫你师姐啊，所以就是金老师给散发出一种可以掌控全场的那个气势跟自信的。因为金老师已经经历过这个大场合跟对呀，就是袁隆平老师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气质真的是那个气场真的是很有感染力，很自信。但是又不是那种很。就是还是很平易近人的感觉。金老师本身他说话这个音质，他就不是那种小女生的状态，他就是有一定的对呀。你要配音里头就必须是御姐类型的，就是不可能是配那种很怎么说，对吧？我就是御姐。金老师你怎么平衡的？因为我觉得你不是一个偷懒的老师，你刚才说做那么大量的这个调查呀，然后研究啊，还有你每一条视频，我们看你的视频我都知道你每一条视频背后就是大量的努力，然后对，然后还有 CI 也要付出很多的精力。金老师你是怎么做到就是感觉一直有永远都这么小宇宙在那边对爆发是吗？首先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对，首先这个其实我真的还蛮想聊一聊，因为我有一点点这种，好像有点这种，就是一碰到朋友，一碰到我就会说，哎呀，你要养生，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说，有这种人，我们身边都有这种人，对，你要不要熬夜，多喝点水。我要去跟金老师做邻居。对。所以刚刚奔老师说他昨天晚上2点睡的时候，我忍住了。我一坐到这儿，我都没有睡醒，然后我看到金老师在那边，我就觉得一个小太阳。对啊，真的，对。然后其实我每天比较规律的是，每天早上起来，我肯定是我基本上每天早上是7点多，最晚8点会起床，然后因为我第一节课通常是8点，所以我肯定是8点之前就起来，然后我第一件事是做8段锦，不知道大家听说过，就有点类似于太极。对啊，它跟太极有什么不同？因为我可能没有了解过太极，但是我觉得8段锦可能是太极的比较浅一层的，大家日常都可以体会到的这样做的锻炼。太极可能会要更加的高深一点。然后8段锦呢，它会比较，为什么能坚持下来，是因为它打一遍只有12分钟。然后就算是我想做2遍也才20来分钟，所以会比较轻便完成。而且我是做完以后，因为我女生可能都有手冷脚冷这个情况，但是我为什么会坚持它，是因为我真的每一次我做完以后全身热乎乎，就是而且我在做的这个过程中，你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夸张，但是我能够感觉到。比如说我做到它是8段锦，就是有8个动作，我可能做到第5个、第6个动作的时候，我这个手推出去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它的那个热气就在往我的指尖上涌。对，是很高难度的动作吗？还是不是很简单，但是你要把它动作要做到位，做到对，那个效果才会更好。所以说它其实是有教程，有专门的老师会教我们，你这个动作应该要怎么能做好，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是它能让我的身体变暖和，然后就是很神奇，很轻巧的一套很慢的动作，打完以后全身的血液循环你都感觉调动起来了。而且每次一打完，可能早上刚起来会有点睡不醒，打完以后立刻精神饱满。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很喜欢自己精神饱满的样子。如果我哪天觉得自己精神不好，或者是就是没什么精神，气泱泱的，我就会觉得自己心情都不好了。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帮助。然后这是白天上午做8段锦，提升我们的阳气。是阳气，阴阳调和。然后我在一天之中有别的时间的话，我会做这个，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好，我其实这是一个幕布，上课的时候，因为自己的房间会有点乱。我这儿呢，这儿会有一条杠，有一条吊杠。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子。对对对，做引体向上吗？引体向上。对，每天我会吊一下，就锻炼自己的背和腰的肌肉。不然以后老了以后会有老年病。哇，这个俊老师，你大概每天会比如说做几下或怎么训练？这个引体向上的话，其实我就是可能我会强迫自己，我会强迫自己，大概1个多小时或者是2个小时，必须要起来，在这上面，可能至少是10下8下，然后这样子的，然后会让自己有一点点酸的感觉，我放下来，然后溜达一下，然后再坐下来，不能一直坐着，一直坐着真的不好。对，不行，对，哇。这个我们大叔要好好学习了。8段锦可以考虑。对，引体向上。我刚刚看俊老师这样把那个拉下来之后，我觉得我这里也要放一个幕幕。你也应该放个幕布。你看这什么东西啊？这太不专业了，太不专业了啊！我就不拉上去了。你那个幕布是在地上蹲着的吗？那种？就是有一个架，是不是一个架子？就是一条，然后里面是一个盒子，你把它拉出来，就是那个投影仪的那个幕布。对，很厉害这个东西啊！这个大叔中文钱赚多一点，我们3个去订购一个布幕。我已经受不了我们的背景了，我受不了了，太丑了。OK， 所以体力上、精神上，其实俊老师是通过运动，来，我觉得这个对上课学生怎么看待老师也很重要，对不对？我觉得太重要了，太重要了，这是一个门面，对不对？如果学生觉得这个老师上课精神饱满，不是那种病恹恹的或者很没有精神，其实他也会受到重视的感觉。对，所以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对，这个是身体，我觉得精气神这一块它是一个非常微妙，但是我觉得还蛮起决定性因素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比较重视这一块，然后本身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所以对，所以我们都要养生啊。今天叔说你听到吗？摆脱又来了。啊，这个我们真的要好好改善了。我们3位大叔真的太不修边幅了。不要熬夜哦，不要熬夜哦。对，我觉得男人年纪大了，有时候真的，我觉得可能是我的刻板印象。我觉得女性到了这个一定的年龄之后，不是说你老，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说俊老师老，人家没往这个上面想，你非要完全没有。我的意思是，女性好像到了一个阶段，她们会很重视自己的健康，对，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男性就越来越不重视自己的健康，越来越油腻了。对，这真的是这样啊。所以8段锦我要抄起来，你要抄下来是吗？我要研究一下，我觉得我要。对。金老师不是在外面练，就是在家里打开自己研究8段锦。俊老师是自己研究吗？还是有上课？没有，就是在抖音上搜的视频。OK， 然后自己去学习。对，他有非常详细的讲解，也有全套的那个指令。我每天就是打开抖音，跟着他的指令做。了解。然后这个是身体上的，那精神上呢？精神上啊，精神上就经常会看点书，看点电影，看点美剧啊。我觉得其实这就是对我精神上最大的一个充实。再就是聊天，还有以及有的时候，其实我跟学生聊天也蛮受启发的。然后其实现在我的生活当中，我的精神上的充实就来自于这几个途径吧。OK，俊老师，我想了解一下你的个性了啊。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比较松弛的人，还是你每天都必须把生活填满的那种人？你觉得自己是属于哪一类的人？我觉得我可能在中间。对，我觉得我的性格里，现在还有一个比较的一个短板，就是我做事情不算那么有规划性。但是我现在有意识的在锻炼我自己的规划性，比如写工作计划，
我以前是更加自由，就是想到什么做什么就对。但是我后来发现那样好像真的效率太低，我自己认识到了，所以我会开始锻炼自己。所以我现在的规划会把它写下来，但是我不会把自己排满，因为我需要时间午休，我需要时间，我需要时间每天还要锻炼，然后而且我每天都会出门要去溜达溜达，因为养生需要接地气，这也是养生，吸阳气之外还要吸地气，对，天地之灵气，对，然后所以说我不会把自己排得很满，对，就是你说你现在开始训练自己的计划性，对不对？对，你会可能几点要做什么，你开始会有这样的计划。对。然后个性上呢，你是个比较乐观还是悲观？你是喜欢人群还是比较喜欢独处呢？对，这个我还真的挺想聊的，因为我真的近3年和之前有非常明显的改变。我的个性倒是可能我的个性当中80%是乐观，然后20%的时间还是会有点小小的碰到什么事情会有点忧愁，对吧？这个是对，这个是，所以说我应该还算是一个乐天派，比较乐观的人。然后我现在非常喜欢独处，我也非常享受独处给我带来的那种怎么说很微妙的感觉，就是我自己在独处，比如说备课，我今天看到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movie， 我要把它做成 movie talk 给我的学生上。我今天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新闻，我要把它做成我的教材给学生来讲。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这个独处我太享受了，并且我觉得我在独处当中，我每完成一件事情，我就觉得我自己又升华了，能量提高，就有对能量。我这个人真的是，就是刚刚茶叔说的很对，我是一个非常需要从完成事情当中来吸取能量的人。如果我经常不做事情，我经常没有成就感，我的能量就下来了。对。然后但是我以前是一个非常爱热闹的人，以前可能就是也是我从小到大，其实我的性格是非常的好动，非常非常好动。然后所以我喜欢运动，喜欢体育。但是另一方面不好的就是可能我的专注度不够。然后我也很爱跟大家玩聊天，跟朋友，然后不爱独处，感觉独处孤单。但是近几年来，就是尤其是我可能转对外汉语全职以来，我的改变非常非常的大，就是我会真的越来越喜欢独处，独处带给我的实质上的收获和精神上的这样的一个成长，我觉得都是非常受益良多的。对，因为你这个时间是在创造价值的，就不是说自己对，然后待着在那边，对我其实有的时候经常会去回望自己的这个成长的过程，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真的挺有意思的。我感觉像我爸妈也会说，我比同龄人要晚熟大概2到3年，但是呢，但是我又会觉得，这就是我。那么我觉得我到了这个阶段，我能够有所总结，有所意识，有所反思，有所成长，我就很棒了，对吧？对，这个就是我到现在来说，我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个心态上、一个状态上一个最大的一个改变。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听俊老师这样讲，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其实我们常常在改变，对不对？人生在成长的过程常常在改变。现在可能职业也不同了，可能对有些事情特别感兴趣，或者是有时候更希望一个人做事情。所以这个听俊老师讲，我也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可能再过几年我们又改变了所以人生一定会的，一定会的。人生就是个很有趣的过程，想起来就会觉得很开心，就是你会期待未来对，像刚刚茶叔说到的这个，我又会想起一句话，然后之前这句话真的还蛮触动我的，就是说人这一辈子好像来这世界上几十年，其实就是为了来体验一遍的。所以说我以前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就不开心、内耗，
啊，自己跟自己打架。然后后来这句话我经常有，那段刚火的时候，这句话我会经常想这句话，我就觉得，如果你的人生每天就是笑笑的、开开心心的，没有体会过酸甜苦辣呀，没有体会过痛苦啊，怎么样的，就感觉这一遭来的不值。对，你都体验过一番了以后，就觉得啊，最后走的时候，哇哦，都来过一遭了，哎呀，挺值的。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有的时候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这句话，然后就会比之前就会很快的恢复起来。对，真的就是心态就不一样了，跟以前很不一样。对。我想说，就是上次聊天的时候就觉得，靳老师特别棒的老师，就一定要拉过来聊一聊。然后今天聊完之后，就感觉哇，更加加分了，就觉得对，是的。所以最后就是还是想要留给靳老师一点时间，就是推广一下自己，介绍一下就是怎么让同学们找到你，然后怎么让同学了解你更多，订你的课，对，怎么订你的课？对非常欢迎大家来订阅我的 IG 的频道和 TikTok 的频道。我的这个 account 是都叫 Chinese Teacher Jin。然后呢，如果大家想要跟我订阅，想要用 Comprehensive Input 这个方法来跟我学习的话呢，我的link 就在我的 bio 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对，自己去点。对，欢迎大家来跟我聊天交流。对，我觉得同学们有兴趣可以去订一下靳老师的课。CI 之外，我觉得靳老师会给人一种很舒服、很有活力的感觉，很有活力的，你会对你的人生带来很正面乐观的感受的。所以我觉得各位同学可能上靳老师的课，不止在学中文，也跟靳老师学这种人生观我觉得我们做汉语教学最开心的就是这样子，不止教中文，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的想法分享出去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汉语老师真的是个很有意思的职业。对，好 ，OK， 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靳老师，开心。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聊到啦，下次有机会再把你邀请来。像什么男朋友那个都还没聊到啦。我刚刚想聊，就想说时间怎么聊一聊，时间都到了，对不对？被我打断了吗？你要想聊就接着聊。对，我刚刚就是聊，被老师打断，没关系，下次有机会。然后还有聊，比如说你对学生学中文有什么建议这些我们日后都可以再找一集，再跟靳老师好好深聊一下。好，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靳老师那我们就跟同学们说再见吧。OK， 再见，拜拜。